老铁们，今天来给老铁们分享沙雕村高富帅的恐怖诡异故事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哦。千万不要轻易丢弃洋娃娃，否则很有可能会遭到他的报复。我的好兄弟锁柱虽然是个男孩子，但他却有一颗少女心。一天，他和家人去野外郊游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洋娃娃，娃娃很漂亮，于是动了心的锁柱就把娃娃带回了家。锁柱十分喜欢这个娃娃，还给她起了名叫小美。睡觉前，锁柱把娃娃放在了身边，可第二天娃娃却不知怎么进了被窝。一开始锁柱以为是妈妈放进去的，可接下来的几天，锁柱总是在早上醒来发现出现在自己被窝的娃娃，即使放在离自己很远的地方也是如此。妈妈，是你把娃娃放进我被窝的吗？没有啊。妈妈的回答使锁柱很迷惑，虽然他很舍不得，但最后他还是因为害怕将娃娃投入江中扔掉了。隔天雨下个不停，大人们都出去了，只有锁柱一人看家。这时电话响了。我是小美，我现在在你家楼上。奇怪的声音让锁柱不安，但他觉得大概是恶作剧吧。过了没一会，电话再次响起。我是小美，你在这6楼对吧？我在2楼呢。这时越来越慌张的锁柱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，该不会是娃娃打来的吧？电话又一次响起，恐惧使锁柱几乎窒息，他再也不敢靠近电话，但电话依旧传来了那个声音。我是小美，你家就是这间了吧？锁柱飞快跑进被窝，用手死死捂住耳朵，但那个声音依然传到了他的脑袋里。我是小美，我现在谢谢大家，感谢观看。下一个视频就是传说捉迷藏。公测恐怖片和恐怖小说里出镜率最高的场景之一，而我的好兄弟锁柱这么一招阴的体质，又怎么会没在公测里出事呢？那一天，锁柱在一个公园附近接到了一个电话。请问有贷款需要吗？我们的利率非常低哦。哼，我这么富有，还需要贷款吗？你们在哪买的客户资料？真是不专业，一点都不精准。谁在那？真他娘的幼稚！话说这么高是怎么写上去的？我倒要看看谁会干出这么无聊的事。是谁在那里？算了，老子可不陪你玩了。玩这种无聊的把戏，一点都不吓人。晚上回家吃点什么呢？告诉管家给我准备个齐天大圣会虎鲨吧。哎，我手机呢？不会落在公园了吧？虽然本少爷不缺这一个手机，但那里面有不少我和几个女朋友的照片呢，这要是被别人捡到……欢迎收看今日热点。索氏集团大公子照片门事件持续发酵，索氏集团股票持续下跌。不行，得赶紧找回来才行。请问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部水果18劲风蓝 Plus Max Pro Note 加 512TB 青春版的手机？没有。那边有个小女孩一直在向你招手，好像让你过去。有没有看到哥哥的手机？我操，谁画的？这么恶心？是血吗？算了，我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。我的手机，谁在里面？快开门！
不开市吧？请问有贷款需要吗？我们的利率非常低哦。不是说了吗？我不缺。没错，找的就是你，如意招坤的锁住，我们的服务可是很精准的哦。谢谢哥哥陪我玩哦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在哪？哥哥，我在你身后哦。给我死亡！谢谢大家，感谢观看。下一个视频就是发小过往故事。锁住回到搬离了将近20年的旧房子，没想到竟然遇到了已故的发小，怎么回事？明明他亲眼看到发小被火车碾了过去，那是锁住小时候，他跟发小在家附近的一处火车道边玩耍，发小也不知怎么的，一条腿卡在了铁道上。锁住看到后，赶紧去拽发小，但那条腿卡得死死的，两个人不管怎么用力，发小的腿也是纹丝不动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火车的声音越来越近，锁住一边安慰发小，一边不顾一切的用力拖拽发小，但没想到发小却一把将锁住推到了一旁。哥，算了吧，别费劲了。锁住的父母为了锁住的心理健康，没多久便带着锁住搬离了这座城市。一转眼20年过去，锁住正好到这边出差，想着大巴还有2个小时才开，锁住便来到了小时候住的这片老城区。虽然这里即将拆迁，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，但锁住对这里感情极深。溜达溜达，天就暗了下来。锁住刚想去赶大巴，但此时几声狗的狂吠声传了过来。由于小时候被狗咬过，留下了心理阴影，锁住想都没想便钻进了眼前的房子。没多久，狗叫声停止了，锁住想出去，但不料那门却怎么拽也拽不开。看着眼前这个很久没人住过黑漆漆的房间，锁住吓得血都凉了一半。他赶紧掏出手机照亮，而此时墙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了锁住。锁住感觉似曾相识，但又想不起来是谁。锁住走近才看清，那正是他死去的发小。锁住吓得连忙向门的方向跑，但却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手机也滑到了床底下。这下好了，锁住的那半身血也被吓凉了。床底下很多恐怖片里被致命一击的地方，恐惧 buff 直接拉满。锁住犹犹豫豫，捡也不是，不捡也不是，不能因为自己吓自己，就把新买的手机就这么扔在这啊！锁住咬紧牙，直接将手伸了进去，摸了几下，还真让锁住摸到了。只是拿出来时，上面沾了个东西。锁住仔细看了看，那上面竟是他送给发小的那张孙悟空卡片。在他们小的时候，这张卡片很是稀奇，要吃很多包小零食才能得到一张。这片的小朋友只有锁住才有。一次锁住跟发小打架，把发小打哭了，怕发小告诉家长，锁住才送给了他。这种种的巧合让锁住以为这是发小寻仇来了，门也打不开，害怕也没用。锁住破罐破摔，便开口大骂了起来：来吧，小时候就打不过我，现在你也不行。锁住骂了好一会，但却什么动静也没有。锁住再次去开门，而这次门竟然打开了。锁住夺门而出，拼命地跑到了街面上才敢停下来。他刚想歇一会，而此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喂，锁住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可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今天那趟大巴出事了，车在一个转弯处跌落了山崖，车上的人全死了。我刚看到的新闻，这不赶紧给你打来的电话。你小子没上车，真够幸运的。你没事就好，我们回来再说。锁住愣了好一会，好像想到了什么。兄弟，谢了。谢谢大家，感谢观看。下一个视频就是深夜加油站恐怖故事。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加油站里只有2人值班，一个是暑假工锁住，而另一个是夜班经理老张。这天半夜12点，正在打盹的锁住突然在梦中惊醒，而此时他发现自己身边竟然停着一台车，像是在这停了有一会了。锁住很是纳闷，车主为什么不叫醒自己？而且车子熄火还关着窗户，这大夏天的不嫌热吗？锁住敲着玻璃问加什么油，但里面始终也没人回应，连续几次都是如此。锁住刚要去找经理，此时车窗开了一条缝，
里面的人用极其诡异的语气说了2个字：加满。锁住将油枪放进油箱后，出于好奇里面是什么人，便走到车前，偷偷向车里面瞄了一眼。那司机是穿着蓝上衣的男人，表情有一股说不上来的诡异。后座的女人更是瘆人，身穿大红色衣服，头发凌乱，完全看不清脸。加完油后，锁住告诉里面一共是430元。司机伸出手递给了锁住5张大钞，接钱的那一刻，锁住碰到了那只手，没有一点温度，完全不像是活人的手。锁住赶紧跑进店里，让老张找零，还说让老张跟着自己一起去。但老张接过钱时，脸色却突然变得惨白。这哪里是钱，这分明是冥币，赶紧去追，这是遇到骗子了。2人飞快跑到外面，但整个加油站空空荡荡，只有他们2人。看着满地的汽油，老张暴怒，指着锁住便破口大骂，但锁住却坚持说刚才的那一切是真实发生的。争执不下的2人打开了监控，那里面是锁住对着一个纸车在说话加油。经历了这件事，锁住大病了一场，从这以后锁住再也没有干过晚上的工作。谢谢大家，感谢观看。下一个视频就是诡异的出租房。锁住最近总是盖着大棉被睡觉，虽然是大夏天，但每晚锁住都感觉床上特别冷。最近锁住工作调动，在单位附近的一个老小区租了一个房子。这天锁住跟同事聚餐回来的比较晚，走进楼道里只顾着低头看手机，脚步比较轻，声控灯就没有亮。没想到锁住走到2楼时，上面突然传来了2声清脆的拍手声，而声控灯也亮了起来。锁住向上看了看，但却根本没看到人。锁住一路颤颤巍巍回到了家里。每晚这个时间，锁住早就倒头大睡了起来，但今天锁住却根本没有睡意，因为他租的房子是顶楼。他回来的这一路根本没有看到那个拍巴掌的人，也没听见有人进了其他楼层的房间。这天晚上，锁住一闭眼就开始胡思乱想，直到快天亮才有了一点睡意。但锁住刚刚要睡着时，就听见客厅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那声音很特别，啪嗒啪嗒，就像踩在水坑里一样。锁住鼓足勇气把门打开一条缝，向客厅看了过去。由于害怕，锁住并没有关灯，他看到了一串反着光的脚印，那脚印的终点是锁住的拖鞋，而此时那拖鞋的鞋尖正对着锁住。锁住飞快跑进了被窝里。众所周知，被子可以免疫一切魔法、物理等超自然攻击。过了没一会，锁住再次听见了脚步声，而这次是在他的卧室里。锁住把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他看见了一个黑色人影化成了水一样的东西，紧接着自己的被子鼓起了一个包，像是有什么东西钻了进来。锁住吓得一动不敢动，赶紧将眼睛闭了起来。随后锁住感觉自己的肩膀变得非常凉，就像有只动手搭在那里一样。锁住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，但他只敢保持这个姿势纹丝不动，直到太阳照进屋里，锁住才感觉到那个冰凉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上移开。这回锁住终于知道为什么每天睡觉都会感觉到那么冷，原来是有另一个人陪着自己睡。老铁们，订阅、点赞和分享就是我的动力，下集会更精彩。